歡迎收聽一道微光同志小說，作者書野，故事馬上開始。唐玉成站在洗手間鏡子前，看着鏡子中自己略顯蕭索的眉宇間透着一股力不從心。他嘆了口氣，叫停自己的念想，雙手快速接了一把冷水，用力揉在臉上，水珠四濺。他找回了一點清醒，推門走了出去。你別亂動。你揉到我痒癢肉了，你輕點。可太輕了，沒效果。沙發上那兩人的互動讓唐玉成愣在原地，他晃了晃頭，防止零星滑落的水滴遮擋他的視線。只見方卓依然是吃完飯那副沒骨頭似的懶散模樣，倚靠在沙發上，旁邊的陳野緊挨着他坐着，腿碰着腿。問題不光是在這個距離上，更是在動作上。陳野的一只手正附在方卓的肚子上，隔着薄薄的衣料，極其自然的一下又一下的繞着圈揉按着。唐玉成看着方卓那副受用的神情，突然覺得很眼熟，在哪儿見過呢？对了，在芝麻醬的身上見過。每次他揉上那毛茸茸的隱約可見粉粉肚皮的時候，芝麻醬也是这般渾身酥軟，小爪無力地耷拉着。雖然方卓喉嚨裡發不出那種悶悶的斷續的呼嚕聲，但他此時那種從骨縫裡透出來的鬆弛感，簡直和那只貓如出一轍。唐玉成失笑，這兩個人什麼時候關係這麼好了？想着想着，他腳步後移，識相地避開了這個場面，回到自己的房間接着看書。剛才就跟你說了，別貪嘴，不要吃這麼多小西紅柿，偏不聽。陳野語氣雖是責備，手下的力道還是溫柔的。下次注意，一定注意。方卓回答的稍顯敷衍，在陳野沒注意到的時候紅了耳尖。今天下午補習完，你想吃什麼？聽說市中心新開了家甜品店，想不想去試試？好啊，那就去那家試試。但這次我請你。行，就按你說的辦。方卓衝陳野莞爾一笑，陳野溫熱的手掌依舊在那兒打圈，沒停下的打算。芝麻醬悄沒聲地蹲在了方卓腿邊，圓滾滾的小腦袋死死盯着那只來回揉搓的手，應該是有點羨慕嫉妒恨的意思。高考前最後一個暑假就這麼結束了。開學第一天中午，學校食堂吃飯，方卓和唐玉成的二人組自然的變成了三人組，陳野加入了他們。陳野，這食堂的清湯寡水，你大少爺吃得下去嗎？方卓挑了挑眉，語氣裡帶着慣有的調侃。當然，既然你們吃了這麼久都沒出什麼問題，還長得這麼壯實，說明這飯菜還能吃。陳野慢條斯理地咽下一口米飯。合着你拿我們當試毒的呢？方卓氣結，恨恨地咬了一口馒頭。你這個人總能找到惹人生氣的辦法，你這樣你家裡人知道嗎？都知道。他平淡的語氣更讓人生氣，方卓各種的言語攻擊都沒讓他眉頭皺一下。下午最後一節課是數學課，下課鈴聲響起，班主任林清源布置完今天的作業，眼神落在唐玉成的身上。今天就到這，唐玉成，你跟我來趟辦公室。唐玉成一路在想着班主任叫他的緣由，當跟着老師一腳邁入辦公室的那一刻，卻看見白啟遠站在裡面，他身旁立着一隻銀灰色的行李箱。他盯着眼前的這一幕，覺得像道題，明明讀了幾遍，卻始終不知道該怎麼解。那種無從下手的茫然，在他心底慢慢蔓延，隱隱生出一絲不好的預感。他眉頭微蹙。齊遠說：“玉成，先讓我給你解釋一下。我仔細想過了，高三這一年對你來說至關重要，我不想其他任何不重要的事干擾到你，所以我決定從今天起，你開始住校，這樣既節省時間，也能給你一個更專注的空間。宿舍的入住手續都辦好了，你的衣服和洗漱用品我也都給你拿來了。如果後續還缺什麼的話，你再告訴我，我再給你拿過來。”住校2個字一下子揭開了唐玉成腦子裡問題的答案，其餘的話他再也聽不進去了。為什麼要我住校？明明知道答案的問題，他還是問出了口，目的只有一個，想聽白啟遠親口說出來。我剛才說了，不想其他任何不重要的事干擾到你，這樣可以讓你專心學習。白啟遠決絕的眼神證實了唐玉成自己內心的想法，他沒有反駁，他眼底那抹慌亂也僅僅維持了一瞬，便迅速化作嘴角一絲自嘲的笑，只不過他的聲音有一絲微不可察的顫。好，我聽你的，住校。白啟遠驚訝於他的反應，沒想到他會答應得這麼乾脆。唐玉成拉着行李箱和白啟遠走在校園的林蔭道上，頭頂偶爾飄下來的樹葉落在2個人身後長長的影子裡。唐玉成突然站定，正往前走的白啟遠下意識地側頭看他。我喜歡你，齊遠叔。
這突如其來的告白讓白起遠愣住，眼睛直直地看着面前的青年。你急着把我推開，是不是不要我了？白起遠外表依然鎮定，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要壓住胸口的心跳是多麼的艰难。玉成，你還是个学生，好好学習吧，不要胡思亂想了。其實當初答應長根接你回 S 市，我自己也是有私心的，這並不全是為了你。我們倆的關係，就像你說的，我也不是你什麼人，你也不是我什麼人，什麼樣的關係都有邊界，而你過界了。我上次抱你吻你的時候，你的身體是有反應的，我感覺得到。那只是個錯誤，就當是個意外忘了吧。白起遠垂下眼眸，頓了頓。而且我對你從來沒有叔侄之外的情感。白起遠的掩飾並不高明，但他的話還是像一根根針扎在唐玉成的心頭，淌下了血。他沒有繼續爭辯下去。白起遠看着面前沉默的唐玉成，人高馬大的身材，此刻卻透着股令人揪心的楚楚可憐。他有1秒鐘的動搖，想伸手拍拍對方的肩，但理智立刻佔了上風。他正了正神色，努力把真實的自己藏得再深一點，這樣才能騙過對面的青年和自己。你拿着這個。白起遠遞過來一個牛皮紙信封，這是你這個月的生活費。不需要，我有錢。拿着。白起遠堅持。唐玉成終究沒接，他看着白起遠，目光淺淺地蒙上了一層霧。他拿着信封的手緩緩落下，隨即對上青年的目光，兩人僵持良久，最後一同走到男生宿舍門口。在進去之前，唐玉成只說了一句話：起遠叔，別忘了給陽台的植物澆水，每天早上或晚上澆一次就行。我會的。唐玉成默默點了點頭，利落地轉身，拉着行李箱走進了面前的男生宿舍。白起遠收回視線，緩緩轉過身，隨着胸腔裡壓着的那口氣沉沉嘆出，他的肩膀微微塌陷，整個人鬆了下來。只是這種鬆並非解脫，而更像是一點點往下墜的崩塌。驅車回家的路上，他在機械重複的駕駛動作裡勉強找回了一絲平靜。可當他推開家門，那點平靜瞬間蕩然無存。環顧四周，人去樓空，屋子裡又只剩下他一個人。雖然是夏末秋初，空氣仍舊悶熱，他卻感到脊背陣陣發涼。貓咪敏銳地察覺到了主人的失落，跑過來順着他的褲腳溫柔地蹭了蹭，仰着小腦袋發出一聲聲軟糯的叫聲，像是在笨拙地安撫。可愛的芝麻醬，你說我晚上吃點什麼呢？白起遠用這個問題轉移了自己的思緒。麵條吧，想吃麵了，他不在，我就自己弄。下個麵有什麼難的，熟了就行了唄。白起遠在廚房搗鼓了半天，終於端着一碗麵坐在了餐桌旁。他試圖撈起一束麵，但沒有成功。這麵是熟了，但煮過了頭，麵被放進嘴裡時沒有什麼口感可言。他只是簡單的咀嚼了幾下，最後頹然放下了筷子。不是那個味兒，怎麼加佐料也都不是那個味兒。麵條剩了大半。白起遠站起身，來到陽台上抽煙。他熟練地銜着煙，手習慣性地摸向胸前的襯衫口袋找打火機，沒有，又去摸褲子的前後兜，都沒有。他一抬眼看到了那個塑料藍色打火機，之前唐玉成經常用這個幫他點煙。他慢慢地拿起來，啪嗒，一團溫暖的火光在他眼前跳躍。他低頭湊近，點着了煙，猛吸了一口，辛辣的煙草味兒瞬間灌入肺部，又隨着沉重的呼吸被重重吐出。他盯着那個打火機看了許久，才把它放回了原處。看了會兒夜景，他側過頭，看着旁邊那些幾乎與他鼻尖齊平的西紅柿，隨手摘下一顆放進嘴裡。汁水在齒間爆開的那一瞬確實很甜，但嚼着嚼着又變成了酸澀。說到住校，唐玉成不陌生，之前在 C 鎮上初中和高一高二時都是住校。班主任給他安排宿舍的時候也是考慮周到，室友都是同一個班的，都認識，能相互照顧着點。唐玉成一隻手抱着宿管老師發的床上用品，另一隻手拖着行李箱走進了宿舍。一抬頭，先撞上了方卓那張寫滿驚訝的臉。屋裡還有另外2個男生衝他友善地笑了笑。唐玉成，怎麼是你？原來要搬來的人是你啊！唐玉成見他這副活寶樣，原本緊繃的嘴角也鬆動了一絲，露出一抹極其淺的笑。這間宿舍擺着3張上下鋪，並沒住滿。此前因為上鋪空着，早就成了另外幾個室友堆放雜物和行李箱的地方。直到宿管老師臨時通知有人入住，才清出來一個位置。唐玉成動作利索地爬上去開始鋪床，方卓就扶着欄杆站在下面，仰頭開啟了碎碎念模式。咱們這緣分也真是絕了，
現在既是同桌，又是室友。哎，你以後就是睡在我上鋪的兄弟了。是啊，是挺巧的。唐玉成悶聲應着，手裡用力抻平了床单。不過话說回来，方卓壓低了声音，你怎么突然住校了？我记得你家離学校也就几站地吧？正在扯背角的唐玉成动作猛地一僵。没什么，我叔安排的，他叫我住，我就住。说这話時，那張原本還平靜的臉瞬間灰敗了下來，一層厚厚的陰霾直接浮在眼底。方卓雖然平時大大咧咧，但擅長察言觀色，一瞧見唐玉成的神色倏然一變，便識趣的把後面的話咽了回去，沒敢再往下細究。